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喽，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属于你们的专属讯息。好，宇宙呢有什么话想要传递给第一组的朋友哦？好，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你们的验证牌是这一张蜻蜓的这个精神哦。好，这一张牌啊，它这边数字是22，22它是一个象征着有强大转化力的一个数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会将你们的灵性感悟实际的落地，转化成现实的一个力量。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在验证什么事情哦。第一个是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最近啊，会不会觉得生活当中好像隔着一层薄膜？就是我每一天都在努力，但是却有一种看不清未来的焦虑，内心一直都很担忧、很焦虑。蜻蜓啊，在早年在它幼小的时候是在深水中度过的，那里只有光影的折射，没有很清晰的一个视线，所以呢，可能就像你现在的一个状况，你觉得很闷、很压抑，甚至你总觉得每一天都有情绪的潮水将你淹没。这个啊，就是蜻蜓一开始的一个能量，那种卡住的感觉。其实蜻蜓这张牌非常的了解，但其实啊，你们已经快要羽化了，就是你们已经准备好要羽化，但是你的意识可能还停留在旧的习惯。当你用旧的习惯要去适应来到你生命中的一些新的人生的命题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违和感。
那同时啊，蜻蜓啊，这张牌蜻蜓它的翅膀非常的漂亮，紫蓝色光辉的翅膀，代表什么？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其实拥有很高的一个直觉。你们如果目前生命当中啊，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个人让你感觉到不舒服，频率不对，即使他是跟你合作很久的朋友，那这个征兆你也要去留意，或者是说日复一日的这个工作让你觉得你的灵魂正在枯萎，这个也是一个征兆。好，蜻蜓啊，它有360度的复眼，它正在帮大家去揭开一层一层的真相。有一些真相它其实是包裹在美丽的糖衣里面，甚至其实你的心里早就知道真相了，只是你还在犹豫说我要不要去戳破那个维持现状的泡泡。有些朋友你其实还在骗自己说好，这个就是生活，或者是说如果你一旦戳破了这个泡泡之后，可能有些东西它就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或者是你会看到一个你不想要面对的痛苦的真相，所以呢你可能会为自己去设下一些幻象。好，我的下一张牌，下一张牌是 Grace Harper。这张牌啊，蝗虫的精神，蜻蜓让大家看清楚，那这个蝗虫让大家动起来。这张牌的核心讯息是要告诉大家哦，你们对未知的事情保有信心。接下来啊，或是说最近啊，大家的生命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转变或是冒险的机会。可能有些朋友你正在去考虑要结束一段旧的关系，或是开启一个全新的一个陌生的计划。蝗虫啊，它不同于其他的昆虫，它是不会一直往后退的，它的生命只有往前跳跃。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印证了，其实大家内心是有一个莫名的冲动，你其实很想要打破现状，可是你又因为看不清楚前方的着陆点，感到恐惧，感到焦虑。这张牌其实就是来对接大家的能量。可能很多的朋友，你们在等一个完美的时间点，你在等一个保证不会失败的承诺。那现在啊，蝗虫这张牌要告诉你说，真正的着陆点是要你跳到半空的时候，你才会去看见。好，同时啊，大家看一下这张牌，它背后啊有一个很漂亮的曼陀罗的光芒，这个光芒代表大家内在的神性。也就是说呢，最近啊，你们的物质或是事业的状态啊，可能有一种不稳定的美感，就是你的收入的结构、生活的环境正在变动，甚至是经历一段双脚悬空的感觉，让你觉得很吓人。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哦，这个蝗虫啊，它每一次的跳跃都是为了在寻找更加丰饶的一个绿地。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子跳跃，你这样子变动，这种不稳定是一个不好的事情的话，其实这张牌想要提醒你哦，这个并不是你太冲动，而是你体内本来就有这个声音要你去动，就是你的冒险其实就是你灵魂最精准的一个导航。所以这两张牌结合在一起，它其实传递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讯号，就是蜻蜓这张牌代表说你们会看穿那些困住你的一个幻象。那蝗虫这张牌要带领大家跳跃跃入一个未知，同时是抱持着信心进入到这个未知的空间中。你们并不需要再待在那个会让你灵魂萎缩的一个深水区。虽然你跳跃的瞬间你可能会觉得很恐惧，但是大家千万要相信，当你愿意放下对安全感的执着的时候，其实整片天空都会是你的舞台。
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是有勇气、愿意看见真相的一组人，而且你们有勇气去跳跃、去离开你不喜欢的地方。好，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能量对应到大家的话，我们就继续的听下去。接下来呢，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宇宙给大家的牌卡。月亮周期跟月亮的时刻共识性。好，这是一组关于神圣秩序的牌。有些朋友你真的觉得你很无助，走投无路了，对不对？那其实是因为你们习惯的那条旧路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宇宙现在正在黑暗中为你铺设一条通往更高维度的新的轨道。月亮它在黑夜中会是你们的导航。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2张牌，它的背景虽然是黑夜，但是月亮的光芒它非常的巨大而且稳定哦。好，在灵性的意象中太阳代表的是意识跟白天的劳作劳动，月亮呢代表夜晚潜意识灵魂的一个滋养。所以呢，我看见了这2张牌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希望哦。月亮它是在帮助你蓄积力量。我们看一下第1张牌，这个仙人掌哦，仙人掌在这么荒凉的环境下，它依然可以翠绿，依然可以挺拔着。其实这个就象征着大家，你们是很有韧性的一组人哦。宇宙想告诉你，你们现在感觉到那种无路可走的绝望，它其实是你灵魂的一种保护的机制，它强迫你停下来。为什么要停下来的？因为它不要你再用一个耗损自己的方式去硬闯。同时宇宙想要告诉你，这个绝望它并不是结束，它只是一次长长的深层的呼吸。其实这张牌宇宙其实告诉大家的是耐心的一个真谛哦。如果你去问农夫，当种子埋在土里动也不动的时候，他会不会绝望？他不会，因为他知道整个季节的规律。所以呢，这张牌告诉大家一个很大的希望，就是你们的成功跟转机其实已经写在宇宙的日程表上了。如果你现在觉得焦虑，是因为你站在地面的视角，你看不到全貌。但是如果从宇宙的视角来看，你的月圆的时刻其实早就标注在宇宙的日程表里，而且这份希望它是扎实的，它不依赖于你的努力，而是依赖于万物皆有时的这一份真理。所以你们现在要去做的就是腾出空间，让未来这个奇迹有地方去降落。好，下一张牌是共识性的一个奇迹哦，大家知道吗？你们并不孤单哦。共识性是希望的一个最高的表现。我知道你们常常会觉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说好像一次一次的打击真的把我逼到尽头了，我每一天很心慌。或是有些朋友你看着这个钱的来源好像断绝，或是有些朋友你在面临一个健康状况的怎么说呢，找寻一个希望的方法，或是你在想办法去对抗某一个疾病，也许是你身边心爱的人的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好，那宇宙想要告诉你哦，虽然你看不见，但有些力量其实是在你身后布局的。时钟跟月亮的重叠，象征着大家你的个人的生命频率要跟大环境，要跟天命达成完美的合一。这个是一份极大的希望感，因为你们接下来的生活会出现一些神来之笔。什么是神来之笔呢？可能是某一个你已经放弃的机会突然回头，或是某一个贵人，一个专业的提点，毫无预兆的出现在你身边。这些都是共识性时刻的发生。宇宙想要告诉他说，他
你们并没有被遗忘，他会在一个最完美的时间点去跟你联系。同时啊，这组牌要转化大家一种内心的绝望，你要把这种绝望感提升。你并不是孤单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是不得不一种无力的、无奈的、委屈的、被放弃的、被强迫的感觉。你们可能以前觉得凡事都要靠自己，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靠自己也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你感觉到绝望。但是这一组牌要请大家学会当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好，感受一下如果能够被宇宙宠爱的那种安心感。好，就好像你深夜走在一条陌生的山路，当你感到绝望、恐惧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前面是有一盏灯笼的，替你提灯的人，他是一个你最能够信任的长辈，他告诉你说，慢慢走，不要害怕，前面的路我都已经帮你探好了。这个呢，就是月亮牌给大家的希望哦，你不需要立刻马上就知道怎么走，大家你只需要跟着光走。所以呢，宇宙想要跟你说，你现在可能你觉得你的步伐很缓慢，但这个缓慢是为了避开灾祸，而你现在的等待是为了累积福报。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请你抬头去看看月亮，它是宇宙跟你的契约，象征着黑暗终将过去。好，这2张月亮牌保证你们会降落在最适合你的地方，同时所有的希望它可能会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里。当你开始感谢生命中一些微小的幸运的时候，其实你就正式进入了共识性的轨道。所以呢，当大家觉得自己无计可施的时候，你可以安静的闭上你的眼睛，去想象此时此刻宇宙的双手正在穿越时空，亲自为你去拨动那一根你觉得停滞已久的命运的指针。你们的好运不是还要等很久，而是已经在门口了。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去迎接这份即将到来的圆满。请相信哦，这个沙漠、这个荒漠并不是你的终点，而是带领你通往星辰大海的一个起跑线。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的2张牌哦。好，这2张牌啊，想要跟大家说，无论你现在觉得生活多么的崩塌，无论你觉得多么的绝望，多么大的一个黑暗在吞噬你，这2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一个生命的真相哦。其实你们的命格里面内建了一种后福的机制，就是你的福报会来，它可能会来的比较晚，但它绝对会来。在星命学里面呢，有一颗星叫做天梁星，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命盘上都有这颗星，但是天梁啊，它是有一种它所代表这种逢凶化吉的能量跟被庇护的能量，其实存在于大家每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处。它就是那一个在你崩溃无数次依然可以支撑着你活到今天的这个内在的守护者。所以大家如果你们今天呢，可以此时此刻在这里去听这组牌的解析，你们都有这个天梁所代表的这个背后的能量。好，最后啊，这2张牌，一张牌啊是这个月夜处理阴影。好，这张牌要带领你去启动心中沉睡已久的一个力量哦。其实你们心里可能有那一种想要放弃生命、想要放弃自己的时刻，这张牌想要跟你说，和那个想要放弃的自己握手言和。在处理阴影的这张牌啊，这个孤独的阴影，然后它后面是层层叠叠的光哦。你会觉得在黑暗之后是没有尽头，会不会是无止境的黑暗在包围你？
但是宇宙想要告诉你说，天梁星最核心的能量，往往是灾难发生之后去显现的。这种绝望感，其实是你的灵魂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排毒。你现在感到的痛苦，是你内在的守护者，他要去帮你避掉一些灾祸。原本那些会直冲你而来，会摧毁你的灾祸，现在被转化成一种沉重的一个忧郁跟无助。所以呢，你看着这张牌，你跟自己说一声辛苦了。你不需要现在立刻马上急着好起来，因为你们天生啊，其实拥有一种老灵魂的定力感。只要大家你们今天选择活下来，生命这张盘就会继续转动。只要你们的命盘还在转，那么属于你的那个福报库就会有开启的那一天。好，接下来最后一张牌是释放。释放是什么？好，它是一个巨大的双手托着圆满的月亮。当大家彻底松手的时候，你的福报就能够入库。这双手就是你生命当中那一股神秘的庇佑的力量。它在告诉你说，其实真正的解脱来自于你对于结果的彻底的臣服。这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以前的你们太过用力，你太想要一个人靠自己的肩膀去扛起整个世界的重量，所以你很绝望。但是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去学会放手，去学会降低期待值。当你愿意把那些对痛苦的执着，对结果的偏执，像这一轮明月一样交还给宇宙的时候，你们命格中那一份被封存的这个福报，它会被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并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极致的信任。信任你自己的生命中本来就带着逢凶化吉的剧本，信任你自己绝对不会被这场黑夜吞没。所以这组讯息想要告诉大家，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福气。那听到这边呢，也许很多朋友会说，好，但是如果我的命盘就是命中没有好运，或是没有这种天梁星，应该怎么办？有些朋友可能会这样想。那其实牌卡想要告诉你说，天梁星它的能量，它是一种选择。是怎么样子的选择？就是当你在最绝望的时候，选择再给你自己，再给你的生命一个机会，那么你就是你自己的天梁星。大家看一下这张牌，月亮落了下去，它并不是为了消失，它是为了让位给即将到来的太阳。所以你们现在的缓慢是为了避开某一些可能会迎面而来的灾祸。所以呢，现在请为了那个未来还没有到来，但是它一定会更好的自己，为了那个更好的未来，现在的你一定要留下来。只要你不离场，这一场剧本，这个大戏最终的结局会让你惊叹。宇宙给你是很丰盛的，是非常有厚爱的。所以呢，当大家学会释放对痛苦的执着，你会发现，原来这一双托举着月亮的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祝福大家，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听一下宇宙的传讯哦。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给第二组的朋友？我们首先呢，验证牌看到的是母牛的灵魂。好，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是有感染力的。然后呢，你可能会发现哦，只要你真心相信，或者是说你温柔说出口的话，其实它是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这个穿透力跟影响力的。看见母牛
他头上有这个花环嘛，象征着大家的内在其实是有爱的，是丰饶的。你可能不需要像别人这样子苦苦的经营或是用力的所求，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这样想要给予或分享的时候，其实宇宙的资源会像空气一样自然而然的流向大家哦。你们最强大的武器并不是竞争，而是你们背后那一份自己就可以具足的一种优雅感跟松弛感。好，来看一下第二张牌，这个是鹿的灵魂，非常的优雅。这两张牌是很柔的，但是我感受到你们内在其实深处有一种对于野性、对于生命力的渴望。它是一种以柔克刚的能量哦。你们的外表看起来可能很随和，有些人可能是文静，甚至带有一点仙气的。但是其实你的内心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你们有一种不服输的韧性。这张牌提醒大家温柔的触碰，这个并不是要你们去隐藏实力，而是要学习将那种强大的内在的野心去转化成精准从容的行动。你知道什么时候该优雅的后退，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为了目标精准的出击。大家看一下母牛跟鹿，这两张牌身上都是有很漂亮的花朵跟配件装饰的，这都在呼应第二组朋友，你们灵魂其实是非常有美感的，对于质感有一定的追求。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像是生活的艺术家哦，你对于环境、对于美感、对于事情的秩序都有一种很天生的一种敏感度哦。你们的敏感其实就是你的天赋，所以你不要觉得自己太挑剔，因为其实你正在用一种更高阶的眼光去重塑你的世界。我看见你们对于美、对于真是有追求的，所以你的人生不会是一场混乱的竞赛，你们的人生像是一个正在完成的美丽的艺术品。所以呢，这两张牌展现的能量是，我觉得你们是拥有底气的，同时你们现在可能试图在练习用一个更轻盈、更敏锐的步伐，在人生的森林里去探索、去穿梭。宇宙也想要传达给大家的是，当你不再用力过猛的时候，其实那些你梦寐以求的奇迹反而会被你们这个独特的频率所吸引，自动的来到你的一个面前哦。好，那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们的话，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哦，看一下接下来有什么样子的讯息。好，下一张牌是月之直觉，或许。好，这张牌讲的是大家的一个心灵感应哦。这个直觉也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个资产。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是靠着 AI 靠着算力，或者是靠着这个数据资本至上的一个年代。但是呢，宇宙要让第二组朋友你们把目光收回来，放在自己的身上。人类不能够被 AI 所模拟的，就是你跟宇宙那份连接的一个直觉哦。所以呢，大家其实你的内心可能隐隐约约有感受到答案，或是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感，对于某段关系的一个想法跟直觉，这些都是你们高阶导航系统在运作。你们并不需要变成科技天才，也不需要变成金融巨头，你需要做的是找回你跟你内在导航的一个连结哦。当你能够安静的听见自己的呼吸，你会发现
你想要的机会会因为你的频率稳定之后，自然而然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们的灵魂啊，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运算系统。好，那这边呢也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哦，一个生命的锚点，宇宙要给大家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一个新月到满月的周期，好，大约可能是在接下来的2周内，它会是一个能量的显现，从种子到开花结果的一个过程。你现在播下的那些微小的一些内在想要改变的一个念头，在这段时间呢，会看到明显的一个转变资讯，或是贵人出现来对应来承接你现在的一个想法或是一个焦虑哦。那接下来3个月内会有一份跟长期稳定的资源或是房产相关的好消息传到你身边，这个丰盛也是被大家自然而然吸引而来的。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心很慌的话，请每天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然后在深夜在安静的时候对自己说，我允许所有的神迹在最适合我的时间点发生。好，当大家不再害怕迷路的时候，你会真正的开始进入航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2张牌，它叫做拥抱不确定性。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空虚其实是为了承接更大的一个显化。很多朋友你可能会焦虑，会不会自己在这一波AI 的浪潮中掉队，或者是说你总觉得你想要抓住一点什么来止痛，或是来让自己有一个稳定感。当前方的路径消失的时候，其实很可能正是神迹发生的一个起点哦。有些朋友现在可能正在处于一种就是真空的状态，也许你拥有外界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条件，或是有些朋友刚刚拿到了一大笔的一个资产，承接下来的资产，但是你内心却有一种很深的失重感。你拼命的想要抓住一个确定的方向，想要知道我的钱该往哪里放，想要知道在这个 AI 时代你的位置在哪里，但是你觉得宇宙好像把灯给关了，只给你一个不确定的朦胧的一个月色。但是这个不确定它并不是一个威胁哦，而是宇宙为你设置的一个保护色。大家请看到哦，在牌中虽然这个地形非常的不一样，但其实宇宙替大家已经开路了。好，在海上我们有桥可以通过，本来呢应该是陡峭的岩壁，现在宇宙也帮你们开了一个路。所以在这个不确定中，虽然现在看不清楚未来，但其实呢你不需要跟大家一样疯狂的奔跑，试图的去抓住什么，因为你盲目的冲刺的话，你可能会透支自己的灵魂。你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换血，请你接受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限制的感觉。宇宙正在帮你清理掉那些旧时代的属于之前的那一页的让你感觉到沉重的，不再让你快乐的一个包袱。当大家完全的把手放开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有空间去接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神迹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牌哦。第1张牌是月亮的光线，这张牌叫我们专注。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你所在的这个方寸之地，你所在的这个地方，你的家里去展现最极致的一个幸福哦。这张牌展现的是沙漠之中的月光，它代表的是一种减法的生活美学。
有时候你可能因为想要抓住的东西很多，你想要解决财务，想要应付一些变革，或是想要去追求别人的认同，所以你的能量有一点散掉。你觉得想要抓住很多，好像又什么都抓不住，有一种感觉不到希望的窒息感。那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我们一起进行一场能量的这种减法、极简主义。你们把所有的心力、专注、打理放在眼前的这一刻，这个现在，专注，就是你在这个受限的现实中的一个把手。大家，你不需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哦，你只需要专注于当下。这一件让你感觉到舒服的小事情，哪怕只是把家里的一个小地方布置得很温馨，或者是说把你的目光收回到你能够掌控的事情上，这样子心里空空手里空空的虚无感它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实实在在能够去掌握生活的平安的一个感觉。所以呢，专注在此时此刻的这一秒，当时间或是体力受限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学会把时间花在真正值得的人事物身上。宇宙想要请你去专注在一些微小的幸福上，比如说去喝一杯好的咖啡，去感受阳光。当你把注意力从恐惧转移到当下的美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是可以获得从容跟自在的。接下来保持诚信。我觉得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以诚实的去拥抱你对安稳的一个渴望。你可能想要的生活就是平平安安、无忧无虑。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愿望，他听到了。很多时候可能你们为了生存会逼自己变得很世故、很焦虑，但是这张牌想要请你对你的灵魂保持诚信。你想要稳定，你想要简单，你可能不想要那一些波澜壮阔，你不想要假装自己很强大。当你对自己保持诚信的时候，你就真的自由了。因为你们的愿望当中需要对自己诚实，你对自己诚实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去投入一些军备的竞赛，你也不会再纠结于去渴望变成别人的样子，追求别人的生活。你会发现，当你不再试图抓住一切的时候，会转而去接纳，反而会转而去接纳自己内在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会离那个从容自在，你所渴望的生活越来越近。你不需要再为了社会的焦虑去逼迫自己，不用再为了显得有竞争力而去折磨你的内心。你可以诚实的承认，你想要的可能就是平安简单的一个生活。好，你不需要去当战士，你也不需要去当生命的斗士，你只需要当一个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的人。所以呢，我看见你们懂得在这个限制的生活中去找出舒适感，这个是你们的一个聪明。你们在这个限制中依然可以笑得灿烂，依然可以活得出色，这个是你们灵魂的一个清醒跟明白。你们的韧性绝对不是用来吃苦的，而是用来守护那一份内在的平安。你不需要变得更好才值得被爱，你们现在就值得对自己好。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可以让月光照进你的心里，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渴望，你一直渴望的那种从容不迫平平安安的生活，它其实就在门口等你。所以就想要告诉你，我们接纳，我们也看见所有的限制，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限制中去寻找我们的优雅跟舒适。宇宙想要教你，或是想要递给你的，并不是一本如何在战斗中去生存的一个手册，而是一份温柔生活的邀请函。其实你们不需要再去当任何人的英雄，也不需要再去克服很多巨大的困难。你们去接纳，有些地方
放弃，有些地方要妥协，但是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框架中，仍然可以选择用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坐下来。好，你们的内心的定力会让你感觉到平安，你诚实的守护心中那个你对于安稳的渴望的话，其实你可以在一个看似不是这么自由的现实中，去活出一个最极致、最从容的自由。我觉得这就是今天宇宙想要送给第二组的朋友一个最温柔也是最充满力量的一个终极的答案。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好，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了。如果你想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机会，或是送自己一个不同的可能性的话，欢迎加入这门课，一起学习，一起探索。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今天呢，又来帮第三组的朋友们看一下宇宙要给你们的重要讯息哦。首先呢，是第二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你们的验证牌是蝙蝠的灵魂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看见这张牌要恭喜大家，你们目前呢已经穿越了一个最混乱的状态，你们即将进行重生哦，即将进入到一个上升的轨道。过去你可能经历了一段生活的混乱期、换血期，有人可能是进入到婚姻或是新的角色之后的一个调整、适应、磨合，或是有些人是换新的地方、搬新家，或是身份的转变，有一些适应期。但是这张牌在验证一个很正向的事实，你目前经历的所有的调整跟改变，其实都是为了让你找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好，我们看到蝙蝠啊，它倒挂在黑暗中，它并不是迷失他自己，而是他正在准备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就像你现在的生活，可能有些朋友你多了一些责任，多了一些琐碎，但是这一张牌绝对向你保证，你们的重生是被确定的，希望就在眼前哦。那接下来呢，大家会发现哦，可能对你来说啊，以前的自由是随心所欲，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的自由更来自是你们心灵的宽广。比如说，你身后有一个能够懂你的人，了解你的人，或者是说有一个稳固的家庭做支撑，你反而会觉得面对挑战的时候更有勇气。那蝙蝠啊，我也看见了你正在从一个旧有的束缚中去脱壳出来，去摆脱旧有的这个限制。你们不再是那个会被生活杂音杂讯干扰的人，你们正在长出更成熟的性格，变成一个在混乱当中能够去保有自己心灵的一个高手。所以这张牌的重生，它并不是一个遥远的未来，而是现在进行式。你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出口，其实已经打开了。最重要的是，你会发现生活开始变得很轻盈，还有平安。平安这两个字是宇宙给大家最真实的保证。很多的人在这个磨合的时期会觉得很烦躁。为什么？因为你们在用旧的这个框架去适应新的生活，但是蝙蝠它出现是要来告诉大家这场视角的翻转，这个转换已经快要完成了。你们已经不再需要依照外界的标准来定义你的选择。我看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内在的这个雷达其实已经对准了你想要的更好的生活，它是一个实质的生命的升级哦。也就是说，这种重生感会带领你走向一个更深刻的自由，就是即使你身处这个琐碎的日常，你依然可以去
确信你的灵魂是自由的，然后这一个希望它是被保证的。我看见你们正在往一个更美好的方向稳定前行。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验证牌。第二张验证牌非常的厉害哦，这张牌呢是觉醒的王者。如果说蝙蝠它是代表你们重生的确认，那这个黑豹这张牌代表说大家你们已经慢慢的要进入你们的一个力量的收获期。很多的朋友，你们正在去展开你的第二人生，或者是说呢，在某一种挑战责任中拥有一种绝对的定力跟优雅。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状态可能从一个被动的适应环境的人，转变成主动的去追求的人，主动的追求更质感、更丰盛的一个环境跟条件。你们不用去羡慕别人的剧本，因为你们正在去写出一个自己的剧本，不担心未来的这种底气。那你们拥有对于自己生命节奏的一个绝对的主权。我看见你的内在其实慢慢的长出一种信心，你知道你能够搞定一切了。然后这个平安它并不需要向外去求证，因为这个平安长在你的心里。你每一次望向这个同一个目标的瞬间，你会发现那些你渴望的一切会因为你稳定的坚定的这个频率慢慢的对齐。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并不是苦苦的哀求，苦苦的祈求，因为你自己就是那个能够实现梦想的王者。这个是黑豹的能量。我看见大家其实已经学会了很多的事情，你现在能够优雅的去守护你在乎的领土，也不再是那个轻易的被外界杂音干扰的人的那种状态。你们收回了你自己的主权，你会发现你在处理家庭、财务或是事业问题的时候，渐渐的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成熟跟精准。这个就是大家重生之后第二人生的一个魅力。这张牌也是在为大家未来的幸福盖章。我看见你们是值得拥有那种优雅、丰富而且充满梦想的生活，因为你们具备这个王者的定力，同时心中拥有平安。这个平安让你在面对未来的一切的时候会更加的有勇气。你们正像黑豹一样，就是在属于大家自己的时间线里面优雅的行走，优雅的前行，而且你每一口呼吸都带满了，都充满了重生的一个气息。你们并不需要再怀疑过去的选择，因为这个重生的旅程它已经被宇宙保证了。蝙蝠帮你找到新生活的出口，黑豹帮你拿回了定义幸福的权利。我看见现在的你们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有力量去追求梦想。你们渐渐的不再焦虑，你们渐渐的可以开始享受那种心灵的自由。好，这个呢是第三组朋友们的验证牌如果你觉得有符合的话，我们赶快继续听下去。宇宙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讯息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这张月亮的神谕卡好，这张牌叫冷月。我觉得这张牌的出现直接点出大家内心最大的一个卡关点。你可能正在被困住，你被困在一个自己创造的恐惧的幻象里面。好，这张牌面上它是非常冷冽的一个色调被几何的图形框住。这个月亮的状态有点灰蒙蒙的，孤立无援的，冷冰冰的感觉。有些朋友，你可能在财务、感情或是事业的选择上感到一种莫名的寒意跟窒息感。
这种恐惧啊，它就像是冷月的月光一样，无孔不入的渗透到你的灵魂。但是仔细看一下这张牌的设计哦，这些框住月亮的线条，你可以说它是牢笼，但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神圣的仪式的空间。宇宙想要给你们传达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这个并不是一个终点，它是一个必经的蜕变的门槛。你被框住，是因为要让你在一个相对安全、受保护的空间里面，专注的去看你内在的一个恐惧。就像我们前面抽到的这个蝙蝠一样，蝙蝠它靠着震动跟回声来感应世界。这张牌冷月，它要传达的是，我们要停止用旧有的三维的逻辑去分析未来的风险，要开始启动你心灵的雷达。你现在的恐惧啊，也许是因为你太想去抓牢某一个确定版本的未来，但是蝙蝠想要告诉你说，即使在最冷的夜里，你们也有与生俱来的本能，你可以去找到出口，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重生的确定感。那有些朋友啊，你可能会想问，或是有一个感觉是说，你现在面对的让你恐惧的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变好？或是说，你觉得痛是因为你一直在试图在一个不会回馈你的系统里去寻找认同哦。有些朋友，这个框住你的系统，它可能是一个只有你单方面在付出的关系，或者是一个不断在消耗你的环境。你以为你够努力，做得更多，对方就会看见，系统就会修复。但是其实冷月映照出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许是你恐惧的，就是这个系统啊，它目前可能是失灵的。这个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这台机器的齿轮本来就对不上你的频率。很多人呢会在这个时候感受到一个深刻的恐惧，是难道我要离开这段关系，离开这个环境，抛弃一切吗？但是冷月要大家的是面对直视你的恐惧，就是如果我不依赖这个系统给我的评价，那我还可以拥有什么呢？有些朋友，你把你幸福的权利去交给一个比如说不懂得回馈你的人，或是不懂得回馈你的系统，那我们现在承认这个系统啊，它可能并不如你想的那样。所以呢，这张牌要大家做的事情是，如果你现在处于这样子的状况，请你停止对这个系统过度的投资，因为在错的环境里努力它并不值钱哦，要能够真正转换成结果才值钱。所以当你看懂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那种我不够好，我不够努力的焦虑感它会消失。这个也就是重生的第一步，在心里先停止内耗，把本来呢要去修补别人的能量锁回到自己身上。就是说我们先原地停损，先承认，不要再去拿自己的身心灵，拿自己的肉身去填补某一个洞。你先承认，也许我们进入到错误的系统，也许我们站的位置不适合我们，然后再停止无意义的耗损。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张牌，这张牌叫做暗月过去。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这张牌其实提供给大家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就是宇宙要你做的其实就像牌面中这个灵蛇脱皮一样，精准的低调的去转移阵地。我们并不用大破大立，并不用毁掉现状，我们可能就是在旧系统的屋檐下面去长出一个属于你的新局或是新地盘哦。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可以去拥有自己的一个小金库，或是你的一个如果你很会理财的话，你就开始为自己去累积资产，或是如果你有专长的话，开始建立自己的变现管道。你的收入
你的成就感不要再依赖单一的一个来源。好，你自己拥有自己的底气的时候，虽然你人还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你的能量已经可以去换了新局。这个呢，不见得是说我们一定要离开，它是为了让你拥有，我们可以选择随时可以离开，但我也可以选择留下的这种勇气跟选择权。也就是说，当你不再对旧系统过度投资，而是投资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生转折。换局不代表一定要就是全部的拆毁，你可以在现有的状况下去长出一个完全属于你的新局。很多人会卡在困境里面，是因为可能觉得翻身就要全有或是全无，但是暗月这张牌上面的金蛇脱皮，它其实是一种分阶段的交割。也就是说你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完成这个转变。这个过去的执念呢，就是你退掉的旧皮。你要看懂，你可能过去那些付出得不到回报的付出，它已经是过去式了，你不需要再一直去追回。那么你重生的出口在哪里？就在于你未来要怎么做。那暗月想要告诉你说，你可以在旧系统结构下慢慢的去长出自己的羽翼，慢慢的你会去看见希望。你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一个剧本因为你会在旧的系统、旧的废墟上去盖好你们自己的新庄园好，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牌。这张牌叫做月亮女神哇，这张牌非常的有力量，更高的力量要来了。那这张牌代表大家已经蜕变完成了，你就是你自己的新系统。当你变强的时候，环境自然会对准你。大家看一下，女神站在水面上，头顶承接巨大的满月，她在宣告说，你的补偿、你的奖励、你的回报已经全面到货了。以前呢，第二组的朋友，你可能在求，在等一个感谢，等一点认同，但是现在你自己就是那个更高的力量。也就是说，当你把能量放对位置，你的能力直接变成了钱，变成了尊严。你不需要再卑微的去祈求情绪价值的时候，那些原本不回馈你的旧系统，反而会对你开始感到敬畏。好，这张牌牌面上的这个女神，她并不是跑到远方去寻找光，她直接站在水面上。水代表的是情绪跟财富，她现在可以稳稳的站在上面，而不是试图要去挣扎修补的某一个已经坏掉的岸边。也就是说，这张牌你们可以像这个女神一样，有一种饱满的自给自足的能量系统，就是他头顶那个巨大的金橙光辉的满月你们可以自己给自己一个还自己一个完好的人生。你之前觉得很累，是因为你一直在等那一个不回馈你的人给你光，或是你把定义幸福的权利交给别人但是女神牌告诉你说，你们自己就是发光体。好，你不要再去祈求对方让他给你一点光。你们就像女神一样，真的手里握着资源，脚下踩着这个底气，整个人的能量已经换局了，已经进入到更高阶的力量。我看见你可以靠自己活得优雅有钱，而且非常的有选择。好，那最后一张牌，是无为。这张牌是一个人，他在沙漠中打坐，然后旁边还有仙人掌。他在沙漠中静坐，四周看起来很荒凉，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诶，这个很像是你现在的处境，身边的系统不给你养分，让你觉得生活有一点干枯哦。但是你仔细看上方这个温润的新月，它正在洒下点点的星光。所以宇宙的建议其实就在这个静坐的姿态里，稳住你的频率，剩下的交给宇宙来显化哦。这里的无为啊，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你们会终于拥有一种好，我不担心对方会不会给我回报的一个定力。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淡定呢？因为我看见你们已经明白了、摸清楚了这场游戏的规则哦。在一个错的环境或是错的系统里面用力去斗是没有用的，相反的，守护住自己的健康身心灵才是真的。那你们要把目光定焦在自己身上，这样子你的能量会变得非常的纯粹。这个平安它是扎在现实里面的，你不再讨好，不再期待，你反而能像这个静坐的人一样，在沙漠中感受到灵魂的彻底的自由。你们并不需要去羡慕别人的某一种这个光鲜亮丽的一个幸福的版本，或者谁又去做了什么，买了什么。你现在在这个看似荒凉的环境中，其实正在活出一个最自由、最丰盛的国度。所以第二组的朋友，这2张牌连起来，就是想要告诉你说，请你不要再为难自己了。你把原本要去修复关系，或是要去给别人的一个爱跟努力，精准的回馈给你最值得需要去珍惜的人，就是你自己。你们不需要此时此刻马上就知道终点在哪里，但请你现在开始不再去等待一个不会回馈你的旧系统，而且你们的重生已经在第1张牌被保证了，所有的磨合跟等待都是为了让大家长出平安跟不担心的这个底气。所以啊，你可以带着这个从容大步的走向由大家自己定义的第2人生。接下来你不用再被那种不公平、委屈的感觉给压抑着，因为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你自己生命的王。你们呢，可以像牌面中的这个人一样，在沙漠中平静的坐着，不需要再从谁身上去抓取认同，因为你们的人生呢，已经转到会回馈你的那一个方向。可能你还在同样的家庭，面对同样的琐碎，或是同样的一个职场环境，但是因为你的频率已经变了，你不再是那个被消耗的受害者，而是一个准备要换局跳局的一个赢家。你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一个自动收割的周期哦，你的能量变得很纯粹，你不需要再用力去讨好某一个坏掉的系统。你们的重生已经定案了，而且大家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会精准的回报在你自己身上。好，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目前有很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学习。那如果你也想给自己一个可能性或是机会的话，也欢迎加入这门课，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